Hello， 今天又來到了鄭醫師桑尼大改造的時間了，耶！大家有沒有覺得鄭醫師很漂亮？不過他有一件事情他很 care。有一次我跟他在辦公室裡面，那個時候他在看醫學論文，剛好就有小蚊子，說什麼聲音？很快壓死的那個蚊子，太嚇人了。他說這個蚊子在哪？我當時非常的震驚。他轉過來，然後蚊子就這樣就行。所以，我們今天要幫這個鄭醫師解決這個問題啊。這個叫脖臉。什麼叫脖臉？就是臉跟脖子連在一起，就是像這樣。其實鄭醫師他的骨頭長得很好哦，他的骨頭是斜上去的哈，不是像人家那個下頜骨很方形的。可是你會覺得他的交界不是那麼的明顯。可是他又不胖啊，原因最主要的就是來自於下頜線這個地方的鬆弛。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女神養成術一個非常重要的點——下頜線。身為解剖美學的奠基者，我始終堅持解剖分層為基礎，結構力學來設計，安全優先是原則。因為沒效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。要把鄭醫師再次變成女神，先從手術開始講，改善下頜的輪廓線。一般有3種不同的方式。第一種方式呢，就是從耳朵後面拉，不是大家都這麼做呢。還會告訴你，你看你的手，把你的手從耳朵後面這樣一拉，它的這個下頜緣就會出來了，雙下巴也會改善。這一段文字取自於整形的教科書，一本很有名的書。傳統的拉皮手術在處理脖子的時候，最常使用從耳後這個地方。可是如果你要處理雙下巴、處理下頜緣的傷口，不能夠放在耳後，因為耳後這個地方，它在拉這裡的時候，它的距離太遠了。剛開始是有效的，但是很容易這個地方就會回彈回去。我們知道我們臉有很多的韌帶，這像有一堵長城一樣，把我們臉分的內側跟外側。脖子也是一樣哦，脖子在這個地方它也是有韌帶的，那這個韌帶也會把我們的脖子分成前、中、後3區。所以今天你拉後面這一區的時候，你這個地方怎麼拉，它的力量到這裡的時候已經被消減了很多。剛開始拉完你會覺得好像有效，可是隔了幾個月，隔了半年、1年，它前面的效果就非常的差。耳後的傷口並不是用來處理雙下巴，或者處理直脖紋，或者處理下頜緣很好的方法。耳後拉脖子的這個方式，它是用在以下這幾種狀況。第一種狀況，如果你脖子的皮特別多，比如說我們看一下鄭醫師，像我們這樣把這個脖子的皮拉起來，它是会不會馬上彈回去？它雖然可以用脖子夾蚊子，可是呢，你把它的皮捏起來，它是會彈回去的哦。如果你這樣捏起來，你看這個皮啊，它還是要隔一陣子，它才會慢慢彈回去，就代表你的皮已經太多了。你就一定要從這個耳朵後面切一刀來做這樣的一個手術。可是像鄭醫師這樣，他的這個雙下巴雖然很嚴重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講話比較直。它這個皮捏起來呢，馬上又會彈回去，所以它這一種就不需要從耳朵後面切那一刀。而還有什麼樣的狀況，耳朵後面這裡要多這一刀呢？耳朵下面這個地方皮太多，或是你的耳朵這裡會一條一條這樣皮的折痕，或者像這樣子的一個狀況，這一種情形你耳後就需要拉這一刀，就需要做這個傷口去處理它。這個部分我們給大家一個觀念同樣是開脖子的部分，耳後這個傷口拉脖子已經是比較陳舊的觀念了，它用來處理雙下巴是不 OK 的，它很快效果就回去了，而且它用來處理這個下頜緣力量有時候也不太夠。耳後這個傷口是用在如果你這個地方皮太多皺皺的，你的皮已經失去彈性了，你才需要這個耳朵的傷口。而且這個耳朵的傷口我們基本上只用在這個耳殼後面，我們不希望切到後面這樣去，因為容易留疤。到底現在我們在處理雙下巴、處理下頜緣，全世界現在大家會比較公認做脖子是一種 Gorstein 的標準的術式，是這個東西。這個就是 corset 緊廓成型術，它針對的就是我們脖子3層的構造，還有皮膚、筋膜跟深層。緊廓成型術呢，在這個地方做一個大概2公分左右的傷口，可以把中間這一層筋膜的緊廓肌，脖子的中層呢，這個筋膜又叫緊廓肌，可以像馬甲一樣把它整個豎起來。之後你會發現你的脖紋改善了，而且頸亥角就是這個地方，它會很明顯的縮上去。我們甚至可以把這個深层的翅膀墊做一個轉位的動作，可以同時延長你的下巴。
這是來自於一篇那個研究論文他說的。像這樣子 corset 的緊廓成型術，為什麼它已經會變成脖子的 corset 呢？它有很多好處。首先 corset 的緊廓成型術不是只有處理皮膚的問題，它會處理第二個中間那一層筋膜，它會像馬甲一樣收緊。第三個可以處理我們深層的脂肪墊，這件事非常的重要。我們在處理脖子的時候，我們要去判斷你的双下巴是很單純皮膚跟皮下脂肪的問題，還是深層脂肪墊的問題。如果你今天只是皮膚的問題、皮下脂肪問題，你或許打消脂針會有些幫助，或許拉線就可以把它收緊。可是如果有深層脂肪墊的問題，沒有用 corset 的緊廓成型術的話，事實上是沒有辦法把这個深層脂肪墊做一個好的改善。像我們剛剛幫鄭醫師做超音波，可以去判斷它有沒有深層的脂肪墊之外，有一個簡單的方式，你可以把你的手像這樣子，不是小小的哦，這樣大大的這樣捏住你雙下巴的位置，捏深一點，吞個口水，你會捏到一坨圓圓的，然後有一點彈性端端的東西，那個可能就是你的深層脂肪墊。如果你在吞個口水，你發現它會跟着鼓動的話，那代表你的深層脂肪墊是比較大的。如果你摸不出来，那你趕快過來，我幫你做個超音波，我們就知道了你到底有沒有深层的問題。因為如果你今天双下巴是深层的問題，就算打100cc 的消脂針都不會有用，那線你再拉50條它也不會解，因為消脂針跟脖子的線，它們都只能針對筋膜以上的部位，它沒有辦法處理到深層的脂肪墊。緊廓成型術呢，它有很多的好處，它可以處理到深層的問題之外，可以收緊你的筋膜，不管你是淺層或深層脂肪，它都可以處理。當你在收緊筋膜的時候，就像他講的哈，它可以同時托提住你的雙下巴，托提住你的下頜腺體，還有你的下頜緣。corset 它就像馬甲一樣，它是來來回回的這樣的固定，像馬甲一樣把我們的緊廓肌重新把它鎖緊，所以它維持的時間、維持的效果相當的持久。如果你今天你有双下巴的問題、下頜缘的問題，你單純從耳後拉，其實那個效果是不持久的。哪些人脖子拉線或者是做消脂針一定沒有用的？我們可以看這幾個圖，這裡這樣特別的鬆，這個地方有一些像火雞脖，比如說這是很有名的藝人，這個在男生這樣的脖子特別常見。一般下巴比較短的人，脖子的這個角度、這個線條就是一個很陡峭這個角度。我們做完之後，你可以看到它馬上就縮上去了，頸合角的角度就出來了。我們再看，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什麼？它原本有火雞脖，它的脖子下面這個地方啷啷的。有些人他的表現是一條一條的那個直的脖紋，很多人以為這是皮鬆了，不是，這不是皮鬆了，這個就是中層的筋膜鬆了。我們做這個 corset 緊廓成型術的時候，很明顯脖紋消失了，頸合角又跑出來，這個就是 corset 緊廓成型術的威力，它的效果特別的持久。我們再接着看哦，這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雙下巴，有一個特色就是它不是單單的就是整片皮很多啊，或者是肉很多，你從側面看，它的下巴這裡好像有一球東西在這個地方，就是深層脂肪墊太大。那我們在做 corset 的3層次的時候，你把這一個深層的脂肪墊我把它拿掉，很明顯你可以看到它的頸合角就跑出来了，就會變得很漂亮。還有一些人這個地方你會有一個感覺，他在手術前你會覺得他脖子很短，看他的整個脖子好像就這樣子而已，下緣它的角度就這樣連下去，好像是架在肩膀上。同一個人我們做完 corset 之後，你會覺得他脖子好像延長，這就像一個人當他沒有腰身的時候，你就會覺得整個人就是比較圓筒狀。可是他一旦有腰身的時候，變得很修長。你為什麼在逼我？那我們講的這些是針對手術。如果真的不想手術，有沒有別的方法？很重要一件事，就像我剛剛講的，如果想要處理你的雙下巴、處理你的下頜緣，你要先判斷出來你有沒有深層的問題。做完超音波，你有這個深層脂肪墊的問題，想要明顯的改善下頜緣，還有雙下巴的問題，可以用這個8字美人線。8字美人線它包含是2個部分，第一個是如果你本身皮下脂肪比較多，我們可以先做一個簡單的溶脂，再做這個8字美人線。它跟傳統一般拉線不一樣，一般拉線就那種直進直出的，或是稍微有點曲線的，我們在裡面做一個環形的，這環形的線在組織裡面一收縮，才有辦法讓你的皮膚跟底下的筋膜做一個貼合貼緊，效果才會持久。雙向做一個環形的收縮，這樣一拉，拉完的時候，你的這個下頜緣就會出來了，雙下巴呢就會收上去了。
如果深層脂肪不是太大的問題，你堅持不想要手術啊，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明显改善你的下頜缘跟双下巴呢？也是有的，就是用这個八字美人線。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啊，這是一個八字美人線的效果。你當然會看到說，哇，這個效果是真的還是假的？這個不是修圖的哦，它原本雙下巴跟下頜緣都糊在一起了。做過超音波的掃描，它深層脂肪墊其實並不厚，深層脂肪墊跟你的體重是沒有關係的。有些健身房的教練他來做這個 corset 緊或強行術，他體脂肪很低哦，可是他這裡雙下巴還是很明顯，因為它是深層脂肪墊，深層脂肪墊跟體重是沒有關係的。他這個是因為他發胖，他的這個雙下巴下緣都不明顯，那一定會有深層脂肪墊的問題嗎？我還是那句老話，深層脂肪墊它跟體重是沒有關係的。這種狀況下，我們跟他做八字美人線就可以有很明顯的一個下頜緣的一個效果。我们再來看啊，它的這個下頜緣跟雙下巴比較沒那麼利落，我們幫他做完以後就變漂亮，角度就不一樣。那這是另外一個案例，它的這個皮下脂肪不多，所以它不需要溶脂，單純做這個美人線，用線的方式就可以把它的這個下頜緣做出來。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受到女生歡迎的一個術式啊。那這也是我們鄭醫師即將要接受的這個術式，這樣他以後就不需要再幫我打蚊子。歡迎收看科普醫美新知。嗨，我們今天又到了我們微整的新一期啊，要跟大家介紹微整形的觀念。我們這一個系列呢，好，如果你每一集都看，你對微整一定非常有概念，你可能會比很多現在在線上做微整醫師更有概念啊。所以你們在做任何微整之前啊，你們要看的不是廣告，你要看我們這一類真正醫學的這個微整的這個知識型的頻道。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講一個概念，叫做內輪廓啊，大家看過我們前面幾集嘛？前面在講玻尿酸啊、膠原蛋白增生劑啊這些東西它的一些特色，然後後面我們開始講外輪廓。從外輪廓，我們從太陽穴啊、臉頰一步一步跟大家講。接下來我們要介紹一個全新的另外一個系列，微整另外一個系列叫內輪廓。內輪廓就像這個圖一樣，是中間這一圈，這是一個很基本的概念。但是各位在網絡上看到很多關於內輪廓的一些圖片，你仔細看哦，跟這個圖的這個內輪廓，你乍看之下你會覺得好像很像，看起來就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可是我們專業人在看，像這個圖。其實它在內輪廓的定義上面呢，其實是不太對，其實是有一點問題的。好，待會呢我會來跟大家講內輪廓比較好的定義。好，當然我們看很多圖，你會覺得看起來都差不多，可是像我們專業人在看，其實很多圖都畫得太含糊了，畫得太隨便。好，比如說這個圖，你看，它很明顯告訴你外面那一圈叫外輪廓，裡面這一圈內輪廓，你看了覺得，有什麼不對嗎？不，它的上半部內輪廓的上半部，它這個圖畫的定義就是不對。好，你看它畫這個我們這個眉骨啊，眉弓這個位置，它畫在這個瞳孔上方，然後呢，它中間的這個內輪廓，它把它畫在眉心上方，這樣的定義其實是不對的，其實是很不精確。好，我一直說，很多人打微整形哪裡要打哪裡。就像路上修馬路一樣，這裡要把它填起來，好，填到最後整個臉像一顆球一樣，這什麼溝都沒有了。可是這叫蠻畫，這樣不好看。其實這個圖呢，我們看上面這個地方呢，上面這一區就是內輪廓，包含在哪裡來？重點來了，第一個眉弓，尤其啊，我們眉弓有一個最高點，就是所謂的眉峰。哦，這個眉峰我們怎麼去定義它？哦，就顯得很重要。那它的這個內輪廓內側這個地方，還有另外一個需要塑造出來一點，叫做額結節。什麼叫額結節？好，我們來看一下哦，好，芊芊呢，它就有一點那個額結節的感覺。你們看到，我們再看側面這個地方哦，它很漂亮，對不對？它這個額頭的這個上面，我們仔細看哦，我們額頭不是像你想象中整個都圓的跟蛋殼一樣，就是最好看的，它還是要有一點點的輪廓線，要有點光影的變化。像這個點就叫額結節。我們待會後面跟大家講，這個額結節為什麼很重要？因為當你有這個額結節，你有這個眉峰，你就會展現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叫做面部的骨相美。外國人呢，大家都覺得，安潔莉娜·裘莉啊、安海瑟薇啊，他们重點凹凸的很好看。可是東方人呢，一般比較喜歡圓潤、飽滿。這也是10幾年前做微整的概念。你知道10幾年前我們在打微整的時候，大家覺得哇，打得又飽又滿，很好。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？這2年大家非常害怕一個問題，叫蠻畫。因為蠻畫就顯得不自然，然後每個人一看說，臉去打了什麼東西？於是他回過頭來想另外一件事，有另外一種美呢，它不是饅頭美，它是帶有一點骨相美。好，什麼叫骨相美？骨相美的意思是說，你的臉呢，它雖然是圓潤，可是它是有光影變化的。很多人說好難以理解，圓潤不就是球嗎？不就是饅頭嗎？不是的。好，骨相美呢，它代表的像是這樣子的一個臉型，你會覺得它臉很凹嗎？其實你不會覺得，可是你會發現一件事，他的臉呢，在光影上面呢，它是有一些光影的角度。這光影角度，我之前跟大家講過，在醫學上我們叫 topography。
好，就是這個光打下去，有的地方是比較陰影的，有的地方是比較亮。好，那這個如果在我們那個美學上面做雕刻啊，有一個觀念叫做面部折疊度，有聽過嗎？沒有哈，相信可能觀眾有很多人也不知道什麼叫面部折疊度。比如說我們來看這樣的一個臉，好，它的內側這一區，也就是內輪廓的這一區，好，你會發現它有一個這樣的輪廓線。那這跟最外側的這一區，在這裡這個中間叫做面部折疊度，還是聽不懂？我們再看哦，這個是星巴克的杯子，對不對？一模一樣的杯子，好，如果你把這個杯子往內折一點，折疊度如果比較高的話，你會不會覺得這樣的臉是比較立體的？有哎。好啊，如果這個打開，是不是就覺得它臉比較寬，比較扁平？你看這個就是面部折疊度高，它就比較立體；面部折疊度低就比較扁平。我們來看幾個圖，像這樣的女生，她的面部折疊度高，她的外側有點陰影的感覺，你會覺得她比較立體。那這樣子的狀況，你會覺得她臉呢就比較扁平。當你有面部折疊度好的時候，你的眼睛周圍看起来就會比較英氣。好，那我們在一個臉，我們怎麼讓它變比較立體？拿鐵錘把它這樣打凹進去嗎？當然不是嘛。好，那我們再看哦，關鍵就是在於這一區內輪廓的設定。好，打哦，你看哦，從這裡有看到一件事，你看這個網絡上的圖，內輪廓，同樣的內輪廓的圖，怎麼它畫出來的這個，你仔細看它的那個定位點有點不太一樣。好，今天如果你要做出折疊度，我剛講了這個內部的輪廓跟外部輪廓度這一區它有一個陰影。好，這個所謂的陰影呢，其實就是在我們的外輪廓跟內輪廓之間的一個交界區。因為有這個交界區，這個陰影的存在，會讓你在看一個人或在拍照的時候，它會有立體度。好，所以這個立體度就取決於你的內輪廓明不明顯。內輪廓明顯的人就可以造出這個立體度，也就是所謂的面部折疊度。我們的內輪廓明顯的人，你的面部折疊度越大越高，就會讓你臉看起來比較立體。那可以有什麼好處呢？它造成的好處就是你的臉雖然是圓潤飽滿的，可是它卻不是蠻化的感覺，而是有一點骨感美。所以很多人誤會一件事，骨感美就是皮包骨並不好看。我剛前面說了，那個是歐美人喜歡的感覺，我們華人喜歡的是圓潤飽滿。可是圓潤飽滿大家都好擔心會蠻化，所以你要圓潤飽滿，又要有立體感，又要有骨相美，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造出面部折疊度，而面部折疊度就取決於內輪廓線。那到底內輪廓線包含了什麼？來咯，我們把內輪廓線分成上半部、中段跟下半部。內輪廓的上半部就是由這個從最高點所謂的額結節，好，先講這個額結節，這個圖畫的並不太對。額結節怎麼定義？在我們下一集會講額結節。再來到我們的眉峰，那眉峰怎麼定義？我們下一集會講啊，它是屬於我們眉骨一個很重要的定位點。再接下來呢，就是我們所謂的大溪啊，所以你看這個圖畫的並不正確。什麼叫大溪？很多人說大溪這個嘛，不是，當然不是。大溪指的是我們眼眶骨周圍的一個刮鬍區。好，我們下一集會講這三個造成了我們內輪廓的上半部。那我們內輪廓的中段區是什麼呢？中段區來咯，第一個部位就是經過我們的這一區啊，然後到我們的臉頰，這一區是什麼？在西方人呢，指的是顴骨，可是東方人不是顴骨哦。東方人我們要在顴骨的內側，因為如果你的這一區特別亮、特別明顯，會讓人有一個感覺你的顴骨特別凸。我們東方人並不喜歡，所以我們東方人的這個中段區，它要往內修啊。細節我們下一集會講。那再往下這一區是什麼？這一區呢，有很多人呢，他臉頰有一個凹陷，或者是他有貓咪紋，那你會覺得他的這個中點這一區並不順暢，並不好看。所以我們這一區呢，我們要造成一個這個弧線，這個內輪廓線好像這個弧線就是所謂的 OG curve， 中文人叫它 OG 線。OG curve 好有的時候，到底什麼叫 OG curve？ 想知道記得接下來追我們的節目，我會詳細解釋什麼叫 OG 線，什麼叫 OG curve。東方人的 OG curve 跟西方人的 OG curve 有什麼不一樣？那我們在施打的時候要怎麼注意，它才可以做出精緻的美感？再來。我們的內輪廓線有下半部，下半部包含什麼？包含我們的嘴邊肉，那我們的嘴邊肉分成第一型、第二型、第三型啊，嘴邊肉還有分型。想知道這三型有什麼不一樣啊？處理方式有什麼不一樣？為什麼有的人打電波音波有效，有的人完全沒效？因為跟你是哪一型的嘴邊肉有關。想知道，趕快追我們後面的節目，我會有很詳細的介紹。所以我們的內輪廓線的下半部啊，下半部分別是什麼？我們的嘴邊肉，還有我們的嘴角上揚跟嘴唇。
好，所以整個內輪廓線它很明確，從我們的額結節、眉峰、我們大溪區、OG curve、嘴邊肉到嘴唇，這就是我們的內輪廓線。定義出你的內輪廓線，就可以讓你的臉有立體感，就可以增加你的面部折疊度，就可以讓你有飽滿的但是漂亮的骨相美，而不是蠻化的感覺。好，這裡面包含很多美學的概念，但更重要的是解剖結構的基礎。如果你覺得我們的節目對你有幫助，歡迎私訊給我們，也可以把我們這個節目傳給你的朋友。如果把我們節目分享給朋友，跟我們小編講，他會給你一個電子版的微整聲明，這是我的一本著作，對你求美的路上一定會有一些幫助。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，繼續追我們的醫美知識，因為美笑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。拜拜。看了我們今天的影片之後呢，對你是不是很有收穫？你要不要確認一下今天這個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？趕快來做以下這些題目哦。